话接上回，我师父姜老头和我说了玄学五脉的细分，也开始慢慢给我增加了学习内容。日子就在这样的勤学苦练下过去了。冬去春来，春尽夏至，转眼又是一年夏天。这一年的夏天我10岁半，在这一年的夏天里，我家搬家了，告别了熟悉的村子，告别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搬到了县城。其中的缘由就是因为我大姐、二姐读书的问题，这是姜老头给的建议。在给这个建议之前，我大姐已经在镇上的高中读了1年了。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我们这片地儿，我曾经说过，就只有乡场才有小学和初中，那是没得选择，孩子小就只能就近读。但到了高中，选择就多了起来，近的有另外2个乡的高中，远一些的有镇上的高中，最好的是县城里的高中。我爸妈是注重教育的人，他们虽然大字不识几个，可打心里崇拜大学生，恨不得自家也能培养出个大学生。我大姐二姐成绩优秀，我在姜老头的暴力教育下，成绩也好了起来。我爸妈这心思就更活泛了。正好我大姐去年初中毕业，成绩一如既往的优秀，选哪个高中都没问题。我爸妈按我们家的条件算来算去，就给我大姐报了个镇上的高中，这已经是我爸妈能做到的极限了。乡高的教育质量肯定是不能和镇上比的，镇上的教育质量肯定是不能和县城比的。可县城，我爸妈敢想吗？那时我妈盘算着，我家成分是好的，女儿成绩也优秀，到时候说不定就能读个大学，不能去县城读也就算了。77年下，我大姐读完高一，全国都在传着一个政策即将执行，那就是全国即将恢复高考。这无异于一个重磅的炸弹，炸在了每个人的心里。大家都明白，从此以后读大学跟成分、推荐什么的再无关系了，唯一能说话的就是成绩。这也就罢了，我爸妈对我大姐的学习是有信心的，这不到镇上高中读书也是班里前10名嘛。可是我大姐却难过了，只因为她的一名同学，那个同学是大姐初中班上的一个女同学，以前读书的时候成绩就排在我大姐后面，可人家家里有本事，把女儿弄到了县城去读书。这一年下来，对比可就大了。暑假相聚的时候，我大姐就发现了问题。首先自己的学习进度落后于人家，知识的细节掌握落后于人家，连知识面的掌握都落后于人家。而且人家还说了，自己在班里成绩也只是中等偏上一点。我大姐是优秀的，也是心高气傲的，她的心里一直有个梦想，是受小时候我身体虚弱的影响而产生的梦想，那就是要当一名医生，去读医科大学。而在这种对比下，在全国都盛传要恢复高考的气氛下，我大姐对自己没有信心了，甚至惶恐了。高考是全国的学生都考，自己连一个县城高中的中等生都比不上，拿什么去考？翻来覆去几页以后，我大姐鼓足勇气找到了我爸妈。爸妈，我能不能到县城的高中去读书？王小梅她就在那里读书。我大姐的话还没说完，我妈就奇怪了，好好的为啥要去县城读书啊？那得多贵呀！我爸也奇怪，县城那么远，怕1个月也只能回来一次，我们家条件也供不了去县城高中读书啊。我大姐是个懂事的人，她知道家里的情况，也知道家里还有弟弟妹妹，自己是不能那么自私的。这件事情她就再也没提过，连原因都不再向我爸妈提起。暑假就这样过了半个月，我大姐强压着心事，勉强装的没事儿，人却明显的憔悴了些。我妈心细，见这样，以为大姐在镇上惯了，有些不习惯乡下地方了，人闷着了，于是就和大姐说道：“你和二妹去山上待2天吧，那空气好，风景漂亮。姜师傅带着你们打点野物玩2天吧。”姜老头对我是凶悍，对我2个姐姐可是和蔼，几乎有求必应。带着他们抓鸟捕鱼积极得很，我估计是因为我2个姐姐水灵，满足了她爱看大姑娘的嗜好。我一男的，我活该受虐，妈都这样说了。大姐也确实想散心，就带着我2姐上山了。他们上来了，我的房间就让给了他们，我只有挨着我那师傅睡去。
可是我那师傅晚上睡个觉，那叫一个鼾声如雷，弄得我根本睡不着。就在那天晚上的夜里，我听见一个女的在哭，狗日的女鬼，胆子也太大了，连我师傅的地盘也敢闯。经历过太多的我早已没有了半丝害怕，心里却是兴奋，一咕噜坐起来，报复性的一脚就踢在姜老头的屁股上。师傅，起来抓鬼！姜老头睡得正香甜，被我这一提一喊弄得吓了一跳，一起来就给了我一巴掌。哪个不长眼的鬼敢往姜爷我这儿跑？老子要没看见鬼，今天晚上就把你当鬼抓了。这种情况下，我可不敢和他斗嘴，忙拉着他说道：真的，师傅，你听，有个女鬼在我们屋子外面嚎呢。姜老头一听，真的有隐隐约约的哭声传来，忙穿了衣服牵着我出去了。只是在出门的时候，他说了句：这可不是鬼哭，怕是有人心里委屈。我不信，一出门就打开手电在四周照了照，果然照到了一个人影。这一看我也知道不是鬼了，并没有那迷迷蒙蒙的感觉，而且还有清晰的影子。再仔细一看，那坐石头上哭的不是我大姐又是谁？拉着姜老头我赶紧跑了过去，看着大姐这样我也着急，不知道咋的，话到嘴边就变成了：大姐，你这胆子咋嫩大，半夜里敢一个人在荒郊野外哭了，也不怕人家把你当鬼？我大姐抽噎着说道：怕啥，也不看看这里住的是哪个。我一听大姐这样说，心里稍微放心了一点，这才是我大姐的风格嘛。说明这难过的事情还没到让我大姐寻死觅活的地步，只是姜老头在我姐面前又充分发挥了他的和蔼，说道：丫头，你有啥事儿就说吧，姜爷爷能不帮你吗？听见姜老头的话，我大姐哭得更厉害了，抽噎了半天才对姜老头说了一句：姜爷爷，我可能上不了大学了。接着我大姐抽抽噎噎的把事情一五一十的讲给姜老头听。姜老头沉默了一阵子，最后说道：你今天晚上好好睡觉去，明天等我消息。姜老头是属于那种轻易不承诺，但是承诺就一言九鼎的人。我大姐是知道他的性格的，有了他这句话，忽然就觉得安心了不少，想着不能去县城读书也算了，竟然还真的安心的睡了。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我还在做早课的时候，姜老头就出门了。出门去干啥了也不告诉我，就扔了去，早饭午饭自己解决，就这样走了。他这一走就是大半天，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当时我还在水里泡着，我两个姐姐在溪边抓鱼，可是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同时跟着他的还有我爸妈，全都到屋里来。我有事情要说。姜老头非常严肃地说了一句：我们哪敢怠慢，急急地收拾了一下就赶到屋里去了。然后我们一家子坐了一堆，都围着姜老头，谁都不知道他要说啥。过2天你们家搬县城里去吧，大妹的学校我已经找人帮忙联系好了，这高考制度也确实要恢复。姜老头平时说话没个正形，可这一严肃起来说出来的话，差点把我们全家吓死。我爸当时一口茶就喷出来了，渴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而我妈犹豫了一阵，说道：搬去县城，可我家哪来的钱呢？我有。姜老头说着就站了起来。姜老头那一句我有，把我说愣了。我知道那小房里有一屋子的东西，不过稍微值钱点的就是玉吧。这玉能值多少钱呢？在小小的我心里，估计值不了一间房子吧。那个时候的我比较幼稚，这想法要放现在，我得扇自己的耳光。我那时哪里知道姜老头这一屋子的价值啊？一间房子算什么？姜师傅，我们咋能用你的钱？我爸急了，连忙说道：姜师傅，你的积蓄我想也不多，你为我们3娃。我妈也赶紧说道：他们感动，他们也相信姜老头，但是他们的想法也是和我一样的。姜老头能有多少钱？想想他平时在村里的行为吧，为了馋嘴给别人干活，不要再多说什么了。3娃没有啥父母缘，虽说是注定的，但我也是一个因。3娃身为一个男孩，不能常侍父母身边，我心里也堵啊。我粗通面相之术，观你们面相也不是晚年无父无钱之人，我这个忙得帮，去县城吧。上午我问过一个人，不出3年，华夏之地，还是简单的说，不出3年，国家的经济政策会变，你们抓住机遇，将会有财。说到这些的时候，姜老头微微有些脸红。
我当时不理解他脸红的意思，可现在回想起来却理解了。他这么多年几乎不求人，也几乎不用道术为自己谋私利，结果他却为我父母欠下了人情，告诉我父母这些也算是为自己徒弟加谋了私利，所以他会脸红，而且他生怕害到徒弟家，悄悄地让人推算了我父母的生辰八字，是命定有财运的拐点，才放心说出了这些，不然有了不属于自己的财也是守不住的，更糟糕的可能还会随财进带来厄运。江师傅，我们知道你有本事，可就算有财运，我们除了种地一无所长，也抓不住的。我爸叹息了一声，随着儿女的长大，他们的压力也大，能多些钱财总是好的，只是我想过了，你们就在县城的高中附近买间屋子吧，买个小楼，下面改个门面，做点生意，卖个本子、笔、小零嘴啥的，就这样。江老头其实知道的更详细，他知道不出3年，在中国最早一批生意人会发财，大运旺商。可江老头自己对生意都没什么概念，只能想出这个，但就是这个，对我几乎世代为农的父母来说，都无异于天方夜谭。县城买房，还一栋小楼，还带做生意，不敢想，真不敢想。江师傅，我爸已经不知道说啥了，感动是感动的，可是他不好意思说。江师傅，你是不是流浪惯了，不懂得咋生活了？这规划是好的，但根本不可能实现啊。江老头摆摆手，示意我爸妈不用再说，只是问了一句：如果我拿钱给你们，你们要是不要，肯定不要。我爸妈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道：算当我借你们的，如果你们还是不要，那我与你们的情谊也就算了。江老头严肃地说道。他一严肃，我爸妈就犯怂，加上这话又重，他们不敢说话了。只是我爸心思活泛一些，他老早就怀疑江老头的身份了，加上这次江老头连县城的关系都搞定了，我爸更加的怀疑。犹豫了半天，他说道：江师傅，你能给我们讲讲你到底是个啥人物，做啥的吗？有时我这心里琢磨着不安心啊。我是为国家做事的人，只不过国家要我亲自出手的事情不算太多。江老头倒也没隐瞒什么，那上次你一走就是7年，我爸的理解能力当然比少不更事的我强，他明白江老头这句话的意思了，他绝对知道了江老头怕是在国家的身份都不一般，他身为一个乡野村民都亲自见了鬼事儿，怕是国家案里有不少的玄事儿，估计是得有高人守护着。那7年，呵呵，我出了个任务，挺不容易的。在出任务之初，我就担心着回不来，所以会跟你说出怕是和三娃有缘无分的话，其实证明我和三娃是有缘分的呀，哈哈。江老头说的轻描淡写，更说的乐观，可是除了我，任谁都听出了其中的凶险，连江老头这样的高人都担心回不来。我爸脸憋得通红，半天才说出一句：江师傅，就算以后三娃也要出任务，也要牺牲，我也是甘愿的，只要是为了国家。这是作为一个农民最质朴的话和最真诚的心。我爸妈那一辈人也许没啥文化，但是他们心中那股最真挚最赤诚的心却不是这往后的一辈辈能相比的。他们在精神上也许比我们都富足，我也是愿意的。我妈也跟着说了一句。江老头被感动了，拍了拍我爸的肩膀，也是憋了半天才说了一句：你们这种人有才也是应该的，光是这辈子的善良就当报给你们运到，不用上世积德呀。事情商量到这里就大致有了结果。吃完了晚饭，江老头吩咐我爸妈1个星期以后就上来拿钱，钱管够。这话说的可大，钱管够，在我心里却冷哼了一声，我这师傅又逞强了吧，就跟他下棋一样，每次都把自己说的跟个高手一样，结果还不是一手臭棋。在县城买房子，我想着想着就冒了一句：师傅，在县城买房子再砸也要100块钱吧？没办法，我就是个土包子。100块钱已经是我能想象的最大数字，其他再多的数目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空间。江老头像看神经病一样的看了我几眼，接着说了句瓜娃子，就飘然而去，从屋里拿了根鱼竿，钓鱼去了。是夜，一盏油灯照亮了小房，
姜老头背着个手在小房里走来走去，而我就摆弄起桌上的法器。天知道他在烦啥。这书是古籍，好多是孤本，是师父毕生收集而来，我也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还有好多是道家的珍贵文献，不能卖。只见首先他书架上的书都翻了一遍，叹息了一声，走开了。接着他又走到另外一边，把架子上的一些杂七杂八的玩意儿又看了一遍。这些东西，都是有关于咱们道家历史的古董，不能卖。说着又叹息了一声，走开了。接着他又打开了放架子上的一些盒子，我对这些盒子里装的啥早好奇了，于是伸头一看，都是些啥呀？我失望地转过头，继续摆弄桌上的法器之类的了，对那些盒子再不感兴趣。原来盒子里放的就是一些药材，有些还特别难看，黑乎乎的一大块，亏姜老头用那么漂亮的盒子装着，有几个还是玉盒子，简直暴殄天物。当然后来我才知道暴殄天物的是我，三娃的补药原本就吃紧，而且好几样，等他大了练气功有小成之后还得用到，这些东西是用一样少一样，难不成要我去求二？不能卖，不能卖，再是一样的叹息。姜老头还是走开了，我心里感动，原来姜老头那么惦记着我呀。可我也更加认定，我这师傅就是个穷师傅，这要没有了，去中药铺子抓点就好嘛。等我以后长大要赚了钱，我得给这老头买好些才是，免得他舍不得。小小的我一直在心里表着这样的决心，幸好当时没说出口，不然我是跑不掉一顿训，外加挨几下的。最后姜老头走到了几口大箱子面前，吱呀一声打开了箱子。我在次好奇地伸长了脖子，在我的想象中，这种大箱子用来装金银珠宝再好不过了，估计也可能有。在姜老头讲述的故事里，老李不，我祖师爷不是没有2根金条以上都不肯出手的吗？这是极有可能的。我心底兴奋，马上推翻了我师傅穷的想法，做好了被金银财宝晃花眼的准备。结果我啥也没看见，更没见那箱子里有啥宝光泛住。我正准备看清楚，却不想姜老头却主动叫到我：三娃，你过来，闭着眼睛帮我选一件吧。我非常积极的叮叮咚咚跑过去，伸着脖子一看，都什么呀？箱子里装着一长条的盒子，其中一个打开了，里面是画轴。我知道姜老头爱画两笔，可常常是画了就烧了，也爱写几个毛笔字儿，可同样是写了就烧了。原来他留了这好些呀，看来我这穷师傅是没办法了，准备卖自己的书画了。太惨，那就这个吧。我也不知道他要我选啥，就直接拿了一个长条形的盒子递给他。他接过，满是心疼地打开盒子，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里面的画轴伸展开来。只见画里面是几朵栩栩如生的荷花，非常漂亮，我也说不出哪里好，反正就是挺好看的。除了这荷花，上面盖了一个印章，写了几排小字儿，还有题名。那名字不是我那便宜师傅的呀，上面题名是寿平。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明日继续。